妈，你快来医院，欣欣住院了。什么？欣欣怎么了？我这就去。美琴，我外孙您生病了，我现在要去医院，店里你照顾着。我一个人怎么看啊？这么多客人，你想累死我？妈，你还有钱吗？欣欣先急去做手术，需要3万块钱。800，这完全不够啊！这可怎么办啊？慧兰啊，我出钱，你出技术，这个店就算我们一起开的，赚的钱都在这张卡里，你随便用。有钱，我有钱，这是我这么多年赚的，我一点都没花。妈，谢谢你了，这钱你放心，我一定还你。说的什么话？我就你一个女儿，我的钱不都是你的？苏慧兰，谁让你用我的钱的？限你1个小时之内立刻给我回来！没事儿，妈先走了，店里还忙着呢，你好好守着星星。张美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苏慧兰，你还有脸问我干什么？你少在这儿演戏！你招呼不打，就偷偷从店里刷走3万块贴补自己家，你这是偷窃！这苏老板平时挺和气的，不像这种人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合伙做生意最怕这个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再好的交情也经不住钱折腾。私吞公款，这瓜可不小，赶紧拍下来发群里，让周边开店的都看看。我花自己的钱，怎么就算偷了？你的钱？这店是我出钱开的，账上的钱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？我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，1分工资没要。现在我外孙人生病急用钱，我花账户里的钱怎么了？当初是你说的，这里面的钱我们平分。人家1分工资没拿，帮他干了这么多年，连外孙女的救命钱都不给，这不就是吃人血馒头吗？真够黑心的。好，要钱是吧？那今天就把账算清楚。这条街上煮面师傅的普遍工资跟你算，1个月4000，扣掉你刚才刷走的3万，还剩18000。我现在就把钱给你。拿着钱滚蛋！张美琴，你摸着良心说话。当初说好的，你出钱，我出手艺，利润55分。这1年来，我每天凌晨3点起床熬汤揉面，前厅后厨我一肩靠，全年无休。怎么现在我就成了你雇的月薪4000的师傅了？煮个破面要什么技术？滚！现在就滚！我用不起你这么贵的师傅。妈，欣欣买药还需要一点钱，你能再借我点吗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该死的，关键时刻连个电话都打不通。建国的存折里应该还有点钱，先拿出来给女儿用用，欣欣等不及了。
老公和我最好的朋友，竟然背着我搞到了一起。喂，星星在医院住院呢，你能拿点钱出来吗？钱？我上哪儿弄钱去？没有，我刚刚听说你跟美琴吵架了，是不是？美琴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跟她吵架？赶紧回去道歉，好好上班，别整天弄些幺蛾子。原来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。好，我回去。周建国、张美魂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亲手抓到你们这对狗男女出轨的证据。昨天在店里面，你不是还红着眼睛跟我吼吗？说的好像我张美琴扣了你的救命钱，逼得你走投无路似的。怎么，昨晚1.8万拿回去，今天一大早又死皮赖脸的跑回来揉面了？哎呀，建国，我也想你了。慧兰啊，食材供应商那边催得急，我得亲自过去见个面，今天就提前走了。这个供应商也叫建国呀，真是巧了。是挺巧的。喂，周建国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啊，老婆啊，我正在公司加班呢，今天忙得很，先不说了。加班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加的这个班。周建国、张美琴，你们竟然这么对我！好，今天我就让你们付出代价！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想死我了！快让哥哥相一个！死相，怎么这么久都没找人家？你心里还有我吗？都怪家里那个老太婆管得太严了，天天盯着我。那我跟她谁更漂亮？她那个黄脸婆怎么能跟你比？连你一根头发丝儿都赶不上。苏慧兰，你怎么追到这儿来了？既然你都看见了，老子也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就是跟美琴在一起了。周建国，你这把年纪了，要不要脸？要脸你才不要脸呢！天天一身洗不掉的面汤味儿，手糙的像砂纸，老子带你出去应酬都嫌丢人。你看看美琴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情商有情商，哪点不比你强100倍？没错，慧兰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建国哥早就过腻了那种闻着面汤味儿过日子的生活了。我们俩在一起10几年了，你呀就别在这死缠烂打、自取其辱了。破烂货！你愿意捡破烂你就留着，就是别忘了去医院做检查，别染了一身病都不知道。苏慧兰，你他妈咒谁呢？这么多年我对你尽心尽力，你还敢给我戴绿帽子？离婚，现在就离！好啊，离就离，现在就给我净身出户，老子看你没了我你怎么活！我净身出户，你们刚刚说的所有话都被录了下来，已经发给女儿了。婚内出轨、净身出户的只能是你，周建国。明天我们民政局见。妈，我支持你和爸离婚，只不过欣欣做手术还缺2万块钱。小茹啊，别慌，妈现在就去筹钱，你别担心。这辈子怎么过得这么失败啊？
慧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沙子迷了眼。文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家酒店，闲着没事儿过来看看。挺好的，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文海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有件事我想求求你。慧兰，跟我你还客气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尽管说。你能不能借我2万块钱？文海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我外孙女现在还在医院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再求你的。慧兰，钱我可以给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好，只要你肯借我钱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不，这钱不是借的，是投资。投资？没错，跟你说实话，慧兰，我就是爱吃你做的面，一天不吃我都难受。你们这一闹起来，我以后肯定没地方吃饭了。不如我把钱投给你，你自己开个新店，我以后也有地方吃饭啊。开新店？文海，我现在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真的愿意帮我？放心，钱我有，人我也有，你只要好好做面就行。不过说好了，等你这面馆开了，可要让我免费吃2个月的面啊！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文海。等面馆开了，你随便吃，全都免费。我先回面馆拿东西，过2天就开一家新店，再也不跟这帮烂人有来往了。把东西拿了，开一家新店，再也不跟这帮人有联系了。谁干的？吃饭的东西怎么能扔在垃圾桶里？哟，这不是苏大师傅吗？你不是不来了吗？怎么外面混不下去，又想过来要口汤喝啊？是你把我的东西扔了。你都被开除了，留在这儿的破烂玩意儿占了地方，老子没给你扔干血桶里，都算对你客气的了。苏慧兰，你冲谁大呼小叫呢？小赵师傅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名厨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跟他吵？这店是我的，你少在这儿摆你那臭架子。你的店，张美琴，当年要不是我带着配方没日没夜的帮藏历侍卫，你能把生意做这么好？没有我苏慧兰，你张美琴连个炉子都点不着。滚！你不过就是个臭揉面的，有什么资格跟我吵？赶紧滚！以后你不准踏进这个店半步。没了我，看你这个店能开多久！张美琴、赵金明，你们给我记住，我的面馆一定会开起来，还会开得比你张美琴更好。文海，真是谢谢你了，把这么好的铺子给我。我可不是白给你的，说好了，我来你这儿吃饭免费。没问题，管饱一辈子都免费。这面咋跟之前不一样啊？好像不是手工面。呸！你个端盘子的懂个屁！不该管的少管！老老实实干你的活，敢在外面瞎嚼舌根，信不信老子让你今天就卷铺盖滚蛋，1分钱工资也拿不到！秦姐，你来了！哎呦，您今天这身裙子一穿，走在街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20多岁的大千金啊！真是太年轻漂亮了。
就你嘴甜，天天没个正经。姐，刚才我把面和汤的成本又砍了一半。姐，要我说，您这才是做生意的天才。以前那苏慧兰用真材实料纯属浪费，咱们多赚票子才是用道理。还是小赵你嘴甜，那死脑筋的苏慧兰哪懂这些？服务员，你们是不是换师傅了？今天的面怎么这么难吃？就是啊，这面又软又烂，汤跟白开水兑酱油一样，连卤子都明显少了一半。吵什么吵什么！秦姐，您可算来了。您不知道，这帮穷骨头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我辛辛苦苦改良了配方，可他们不领情，还在这抱团闹事。我看他们8成是来砸咱们招牌，想吃白份的。爱吃不吃，咸蛋自己回家加盐去，吃不起别在这儿倒胃口。做出这种垃圾玩意儿还不让人说了，以后请老子来，老子都不来。不来就不来，老娘店里不缺你们几个人。街对面新开了家面馆，香味飘了半条街，闻着就是老味道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谁胆子这么大，敢砸我的生意？苏慧兰，这个该死的穷光蛋，怎么可能在这里当主厨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抢我的生意？秦姐，你先别生气，我有办法让他刚开业就干不下去。什么办法？快说！老板呢？死哪儿去了？赶紧给哥几个上4碗招牌牛骨面！搞快点，磨磨唧唧的想把人饿死吗？来了来了，几位大哥，我们的面都是现煮的，让你们久等了，抱歉。肉怎么这么少？打发叫花子呢？这汤也没肉味儿，这就是你们的招牌？几位大哥说笑了，我们这都是真材实料，你们要是觉得不合胃口，一会儿结账的时候给你们打个折就行不行？行行行，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吃饭。妈，这几个人看着不像是来吃饭的。开面馆的啥人见不着啊？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大不了不收他们钱了。这什么鬼东西？老板呢？给老子滚出来！大家伙都别吃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是他？真他妈恶心！你们自己看看，这面里是什么脏东西？恶心死我了！我刚刚吃了一大口，看着挺干净，锅里居然出死虫子！呸，不吃了！几位兄弟，我店里的卫生天天消杀，连个蚊子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证据就在这儿，你瞎了眼看不见啊！老子金贵的身子要是吃出个好歹，你赔得起吗？你们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今天不拿5万块钱精神损失费，老子把你这破店砸了！5万？你疯了吗？我们这个店才值多少钱？面刚端上去，你们挑3拣4，连一口都没吃完，就急着掀桌子。我看你们根本不是来吃面的，是故意来找茬的。大兄弟，我知道是张美群派你来的。这样吧，这顿饭我不收你钱，桌子凳子也都不要你赔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吧。这么过去？你想得美！黑心老板娘用死虫子不认账还要打人了，救命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完了，我大哥中毒了，黑店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，黑店杀人了！
家人们，快看啊！这就是老街刚开业的黑心店啊！开业第1天就给街坊邻居吃死蟑螂，你这是要毒死大家啊！大家快看啊！这就是他们店的卫生环境，汤锅里竟然还有蟑螂！不能让他们这么诬陷我。各位街坊邻居，大家仔细看清楚，长时间在滚烫牛骨汤里煮过的虫子，外壳绝对发胀发白，腿脚全区变形。可这只蟑螂外壳完整，连一点高温煮过的痕迹都没有，它绝对不是我锅里的。确实啊，这虫子看着好好的，根本不像煮过的啊！虫子就在你店里，你少拿这些歪理狡辩！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证据就摆在那儿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赔偿说法！别吵了，我有证据。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不会也说这虫子不是你们的吧？是不是锅里的，大家看看就清楚。我们这家店前厅后厨全覆盖高清监控，360度无死角，刚刚发生的一切全都被完整记录在内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所谓的真相。赵金明先生，监控里拍得清清楚楚，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张美琴女士，你刚才那么笃定蟑螂是店里的，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？是你在背后指使吗？假的，这监控肯定是假的，不是我干的，是张美琴指使我的，对，就是她。是你自己贪心闹事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，别想拖累我。你少装好人，栽赃苏慧兰的主意是你提的，蟑螂也是你昨晚交给我的，事成你还许诺给我5000块钱，这一切都是你让我干的。你个混蛋，你个满嘴喷粪的死狗，明明就是你提的想法，还污蔑我，我撕烂你的嘴！臭婊子，明明就是你嫉妒苏慧兰，让我来搞事儿的。放屁！你个黑心贼！要不是你用浓汤拔勾兑假牛肉汤，哪有那么多人投诉？我能亏钱？你还缩减了1半的卤料成本，坑骗顾客，那黑心钱全进了你的口袋。太无耻了！用浓汤宝勾兑假汤，简直是畜生！都别吵了！慧兰，你听。这一巴掌，了结我们30年的情谊，以后你我之间再无关系。滚！苏慧兰，老娘跟你拼了！我抓死你这个贱人！离我妈远点！你这个不要脸的泼妇！张美琴，你再动一下试试！我不要！住手！都住手！干什么呢？长官，我交代，我是受人指示故意敲诈碰瓷儿，死沙狼是我丢的。民警同志，是他，全是他提议的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呸！都死到临头了还不承认？都别吵了，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，你们涉嫌故意敲诈勒索，现在要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。现在，你需要当众向苏老板和在场食客诚恳道歉，并且赔付面馆全部损失。苏大姐，别难过，咱们都知根知底，你家是用料实在，手艺地道的很，大家都相信你。慧兰，瞧，公道自在人心，这下招牌彻底亮了。大姐，你这3代传承的手工牛骨碱水面是实打实的传统老手艺。咱们市里下周就要举办传统面食非遗大赛，专门征集民间传承面食，你完全可以报名参赛。对啊，苏老板，赶紧去，咱都想你家老汤面登上赛场拿冠军。好，我去。现在整条街的人都知道我找人栽赃你前妻了，我店里一整天都没一个客人踏进门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我这家店只能关门倒闭了。上次酒店出轨的事儿被苏慧兰抓到，把脸都丢光了。我现在再去招惹她，实在拉不下脸啊。
你妈不是一直看苏慧兰不顺眼吗？明天你把老太太带到她店里，当众说她不孝，抛夫弃家。行，明天我就带我妈过去，撕烂苏慧兰那个臭婆娘的脸。街坊邻居都过来评评理呀！苏慧兰这个没良心的女人，抛夫弃家，丢下我这个老婆子不管，自己开店赚大钱享清福。妈，您别哭坏了身子，你这刚从医院出来，别气着了。周建国，你还有脸带你妈来这血口喷人？到底是谁不要脸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他因为打人啦，欺负老太婆啦，没天理啦！他听听了，他还敢顶嘴？他抛夫弃家，就连亲外孙重病都狠心撒手不管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不孝的女人啊？不会吧？这老板娘看着挺实在的，背地里居然连亲外孙生病都不管，真这么狠心？大家瞧瞧啊，这不孝媳妇开大店丢下婆婆不管，要遭天打雷劈呀！妈，您快起来！慧兰，你就算开新店赚了钱，也不能不管家里老小啊！我不孝，大家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些，这都是周建国跟张美琴二人越界来往的证据。周建国拿着面馆营业款给张美琴买首饰转账，二人常年在酒店私会。外孙女要3万块钱救命做手术，他连1分都不给，让我低头找张美琴要。钱没有，家里没钱，你找张美琴要去。苏慧兰，你少在这里当众撒泼，你这都是污蔑！这一巴掌替我自己，也替欣欣打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呸！这是颠倒黑白，婚内出轨还虐待孩子，不要脸的东西，滚出去！你竟然敢打我儿子，反了你了！哎呦，打人了，要出人命了！各位街坊，打扰大家吃饭了，实在对不起。今天每桌送1份小菜。该死的周进国，真是个没用的废物！苏慧兰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哎呀，3年免租啊！这可是给咱们老街送的好机会，谁说不是呢？真要是能拿下这个头名，以后在市里都能横着走了。非遗大赛，我家的祖传老汤面，绝不能埋没了。这点扶持资金和铺面，也就给你们这些小馆子开开眼界。江总说的对，这群土包子也不撒尿照照，拿什么跟咱们聚德楼比？这次大赛的头名和免租指标，我聚德楼要定了。江国雄是本地餐饮龙头，手里攥着大半粮油供货渠道，人脉广，底子厚。看来这次比赛的冠军，铁定是聚德楼的了。苏慧兰，你就算有手艺又怎么样？只要老娘能攀上江国雄这棵大树，到时候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行了，张老板，我江国雄时间宝贵，没空听你在这套近乎。你那家快倒闭的烂面馆，有什么资格让我赏脸？哼，就是，我们江总1分钟几百万上下，能让你进这包厢已经是给足了面子。有话快说，别磨磨唧唧的。江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知道我上不了台面，但我今天来
是专门来给您送这次非遗面食大赛的免租指标的。免租指标？这次大赛的头名本来就是我聚德楼的囊中之物，老子需要你送，真是笑话。江总，那是您不知道慧兰老面馆的厉害，他那手艺邪门的很，要是他也参赛，您的聚德楼还真不一定能稳拿第一。江总，这娘们说的倒也是实话，我这2天悄悄去看过，那家新开的慧兰面馆天天排长队，咱们不得不防啊！哼，一个臭揉面的穷光蛋，还能翻了天不成？张美琴，你既然敢来找我，就说明你有治他的办法。老子不听废话，直接说你的底牌。江总圣明，苏慧兰那贱人的面之所以好吃有嚼劲，全靠那黑麦粉。要是离了这种原料，她手艺再好也做不出那个味道。江总，您人脉广，只要跟粮油渠道那边打声招呼，让供货商断了他店里的黑麦粉，他那小店撑不了3天就得关门。高啊，江总，这一招釜底抽煤够绝的。没了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，过几天的非遗大赛，那头名和扶持资金，不自然又是您的囊中之物了吗？够阴，够毒。虽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，不过倒是听话，有他冲在前面咬人，倒省得我亲自动手。喂，老刘啊，我是江国雄，听好了，老街那家新开的慧兰老面馆，从今天起，所有黑麦粉的供货全给我停了。好的，江总。黑麦粉，我聚德楼全包了，1斤都不许留到他那个破店里。要是让我看到他店里还有1粒黑麦粉，你的供货商资格也就到头了。事情老子已经办了，只要这次非遗大赛我聚德楼顺利拿到头名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到时候新文旅步行街给你留个位置。谢谢江总，太谢谢江总了，您才是做大生意的人，我以后一定为您马首是瞻。行了，张老板，江总给的好处你记着就行，管好自己的嘴，别在外面瞎说。明白，我一定把嘴闭得死死的，就等着看苏慧兰跪地求饶了。苏慧兰，你个臭揉面的，你以为你开了新店就能骑在老娘头上作威作福了？断了你的黑麦粉，我看你拿什么去比赛！这一次，我要让你跪地求饶！妈，出大事了！经常跟咱们合作的粮油供货商刚刚打来电话，说以后黑麦粉供不上了，让我们另找别家。供不上？怎么可能？一直合作的好好的，估计是他们仓库临时缺货吧。我亲自打电话问问刘老板。喂，苏老板。刘老板，我是老街老面馆的苏慧兰。刚才小茹说咱们店的黑麦粉断供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苏老板，实在是对不住啊，我这边的货全被一个大客户高价全包了，现在手里实在是1斤都调不出来，你还是另找别家吧，我这正忙着呢，先挂了啊。喂，张老板吗？我店里急需黑麦粉。什么没货？喂，赵老板。喂，妈，怎么样了？他们怎么说？全拒绝了，要么说没货，要么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。妈，黑麦粉只剩最后2袋了，按照现在的客流量，咱们连今天下午都撑不过去。2袋？我在这条老街开店这么多年，还从没有遇到过所有供货商同时断货的情况。这事摆明了就是有人在背后故意针对咱们，肯定是张美琪或者是聚德楼那个姓江的干的。小茹，你留在店里守着，我现在就亲自去一趟粮油市场，必须问个究竟。张大哥，
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你跟妹子说句实话，这全市的黑麦粉到底都去哪儿了？我店里等着用呢。小苏啊，别费劲了，实话告诉你，上头有人专门打了招呼，发了死命令，现在谁要是敢供1粒黑麦粉给你，明天就得卷铺盖滚蛋，以后就别想在粮油这行混了。死命令，好一个死命令！为了把我赶尽杀绝，他们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哟，苏大师傅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实话告诉你，全市的黑麦粉早就被江总高价全包了，你就是跑断腿，也1粒都买不着。不过嘛，想拿货也简单，只要你现在当众跪下来磕头求我，再把你家祖传的那张老汤配方一字不落写出来给我。我心情一好，说不定就赏你个3、5袋面粉，够你回那个破店里苟延残喘几天。张美琴，你做梦！苏慧兰，你个死鸭子嘴硬的穷光蛋！老娘看你没有了黑麦粉，你那破店还能撑得了几天？你就等着关门破产吧！江国雄、张美琴，你们以为断了黑麦粉就能捏死我苏慧兰吗？做梦！妈，我算过了，咱们要是省着点用，这点面最多也就能撑到明天中午。慧兰，出大问题了！我刚刚托了好几个在粮油行的朋友打听货源，结果他们都说江国雄亲自放了话，现在没人敢冒这么大的风险给咱们供货。那怎么办啊？没有面粉，咱这店还怎么开啊？小茹，别慌，你先用剩下的这2袋面去招呼外面的客人们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对了，我怎么把这地方给忘了？外婆老家世代种黑麦，村尾还有个老石磨磨坊，石磨磨出来的黑麦粉筋道十足。黑石村路又偏，面粉只在周边几个村镇自己卖，根本没进过市区的粮油市场。江国雄这个王八蛋手伸得再长，也绝对伸不到那儿去。文海、小茹，咱们有救了！黑石村那里的黑麦产量小，面粉从来只在周边几个村镇自己卖，我们可以去那儿买。对啊，他江国雄在城里能一手遮天，管天管地，他还管得了深山老林里的泥腿子？妙啊，慧兰，这绝对是一条活路！只要能拿到黑石村的面粉，江国雄的封锁就成了一纸空文。可是慧兰，乡下的山路又远又陡，刚才天气预报发了紧急预警，说今晚后半夜有雷暴大暴雨，山路容易滑坡，太不好走了。是啊，妈，太危险了，要不咱们明天天亮了再去吧？等不及了，等到明天天亮，店里的面就用光了。今天就算是天上下刀子，我也得去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店被那帮畜生逼得关门。文海，车钥匙给我，我现在就去。胡闹！外面雷暴天，山路又陡又滑，你一个人连夜开车进深山，你不要命了？钥匙不能给你，要去我陪你一起去。文海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太危险了，你没必要跟着我遭这份罪。少废话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也有人替你顶着。走，上车。慧兰，这雨太大了，山路根本看不清，咱们得慢着点儿。文海，面馆就剩最后1袋面粉了，咱们耽误不起，只要安全，能开多快开多快。该死，彻底卡死了，油门踩到底也根本挪不动，不能在这儿耗着。文海，你在里面开车，我下车去推。
1、2、3，使劲儿，用力啊！起，给我起啊！没信号，文海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，连救援电话都打不出去。我这也一样，一根信号都没有，这下彻底被困死了。喂，看什么看？前面山路塌方了，赶紧给老子掉头回去，别在这瞎凑热闹。二彪，他是张美琴的远房表弟，这个阴魂不散的张美琴居然派人半路拦截我，正要把我往死里逼。阿芳，刚才广播里可没说这段路，这路我们今天非过去不可。少他妈废话，老子大哥让你滚，你就得滚，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老头，我劝你识相点，再敢往前走一步，今天不仅这车保不住，别怪哥几个对你们不客气。温海，不能跟这帮地痞游来耗下去，车放这儿，咱们走山间小路，徒步进村。二彪哥，别动粗，有话好说。来，哥几个抽根烟，我们这就掉头，这就掉头。早这样不就结了？真是个软蛋。我操，人呢？那臭娘们钻林子了，给老子追！彪哥，不行啊，雨太大了，这山路全打滑，根本看不清路。两个死绝户暴雨天走鬼林子，老子看你们不摔死在里面！呸，咱们撤！慧兰，路太烂了，前面全是稀泥巴，你千万踩稳了！踩稳了，文海，哪怕今天用爬的，我也必须爬到黑石村。张美琴、江国雄，你们越是想让我死，我越要活给你们看！慧兰，坚持住！你看前面，那是村口的老槐树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到了，终于到了！走，文海，只要拿到黑麦粉，咱们的面馆就有救了。老家伙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老子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你这村里所有现成的黑麦粉，哥几个高价全包了，价钱随便你开。这位老板，真是不行啊！我们面粉本来就没存多少，这都是要留着给周边10里8村的乡亲们的，不能全卖给你们啊！少他妈废话！我彪哥差你这点乡巴佬的散钱，今天这面粉我们要定了，你不卖也得卖。老人家，别给脸不兜着！今天这批面粉，你要是敢转手卖给旁人半分，当心我让你们整个村子都难讨生计！张美琴，你怎么处处都不肯放过我，竟连我外婆旧时落脚的老屋都设计算计，分明是一心要把我苏慧兰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。慧兰，别冲动，二彪这帮地痞流氓手里肯定带了家伙，咱们现在报警，等警察来。去你妈的！给老子起开！直接去后堂搬货，谁拦着就给老子打！二彪，你个没人性的畜生，给我住手！周叔，慧兰，哎呀，你咋弄成这副样子？外面下着暴雨呢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周叔放心，今天有我在，这帮地痞流氓休想在村里撒野。苏慧兰，你还真敢往这儿跑啊？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！我告诉你，这村里的面粉我们全定了，你今天半袋都拿不上。周叔，不瞒您说，我在老街开面馆，被城里的阿断了所有货源，实在走投无路，才连夜回村里来求购黑麦粉。您开个价，我只要现成的货，价钱我按城里市场价翻倍给您。翻倍？老子出3倍！今天村里所有的面粉，老子全拉走！你个臭娘们，识相的就赶紧给老子滚！还戳在那儿当木头呢？动手，给老子搬面粉！好嘞，彪哥，我倒要看看，
今天谁敢从咱们手里抢东西，这可咋办呢？周叔，您不知道，城里的张美琪为了逼我关门，在店里下蟑螂断我货源，而这些人就是来帮着抢货源逼我关门的。对，周叔，这帮流氓在半路上还拦着不让我们进村，就是为了把咱们往死路上逼。周叔，这粉是我外婆当年带着村里人一起种一起磨的，您忍心看着它落到这种人手里，反过来咱们黑石村的招牌吗？慧兰，你别说了，周叔今天哪怕不赚着昧心钱，也绝对不会把粉卖给。不好了，周叔，后山仓库墙角被雨水冲塌了一块，里面堆的面粉要淋雨了。哈哈哈！老天开眼啊！老家伙，你那破仓库守不住粉，还不如赶紧低价全卖给我，省得等会儿全烂在手里变成浆糊。就是卖给我们还能见个响，留着就等着亏死吧。哎呀，我的天爷呀！这可是全村半年的心血呀！这下全完了，全要废了！瞧瞧，老子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这就是报应。苏慧兰，你今天注定白跑一趟。黑石村的招牌绝不能塌。文海，别跟烂人废话，咱们动手抢运面粉。好，周叔你别急，咱们现在就搬。快，这边！慧兰。踩稳了，咱们先把干面粉抢运上去。真是穷折腾，雨下的这么大，老子看你们两个城里人等会儿怎么累死在里面。就是，等这些面粉全变成浆糊，正好给你们洗个泥巴澡。快，小张，把防水布拉过去，千万不能让雨水把底层的面粉给泡了。周叔，沙袋来了，大家加把劲儿啊！慧兰。周叔，别慌，俺们来帮你们了！大家伙搭把手，人多力量大，绝不能让咱们村半年的心血白费了。笑，一个个泥腿子，穷的连裤子都快穿不上了，还有心思在这傻笑。你们跟苏慧兰这穷鬼混，能啃得起几块骨头？就是，跟谁过不去，也别跟钱过不去啊！大叔们，识相的赶紧把面粉搬上我们的车，别给脸不要脸！都给我住口！我们黑石村的面粉，死也绝不卖给你们这种仗势欺人的畜生！慧兰是当年苏大娘的亲外孙女，她的面馆用咱们村的粉，是给咱们村传名声、立招牌。这批面粉只给她。对，不卖给流氓！慧兰。俺家地窖里还存着2档新磨的黑麦粉，明天俺亲自给你挑到城里去。好一个穷山恶水出刁民！你们给老子等着，以后别想在镇上卖粉。咱们走。慧兰，快看，咱们有面粉了，我们店有救了。谢谢周叔，谢谢各位乡亲，我苏慧兰今天在这里发誓，我一定会带着我们海石村的面粉彻底走出去。过几天的非遗面食大赛，我要让我们村的面粉名声大噪，声名远扬。慧兰，这2袋是最精细的黑麦新粉，这可是你外婆当年最得意的稀罕品种，做出来的面口感更绝。你带回城里当杀手锏。周叔，太谢谢您了！黑石村的恩情，我苏慧兰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周叔，放心吧，咱们这就押着车往老街赶，绝不耽误午饭开张。哼，苏慧兰，今天你这店要是能开门，老娘的名字倒过来写，等会儿就贴转让告示吧。新推出了黑麦新面，还半价！苏老板威武，快给我来一碗大份的！好嘞，各位街坊里面坐，今天真材实料，环保。
这不可能！全市的黑麦粉明明都被江总断货了，他是从哪儿弄来的面粉？二彪，怎么回事？我昨天不是让你带人拦着那个贱人吗？他今天怎么照样拿到面粉开张了？姐啊，我拦了啊！那帮穷乡僻壤的老不死居然抱成团，死活一粒都不肯卖给我呀！废物，全是他妈的废物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苏慧兰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就算你拿到了面粉又怎么样？非遗大赛，老娘一样会让你在全城人面前丢尽脸面。咱们走着瞧。经过这遭，我算是活明白了。只有把这苏家的手艺做成真正的死招牌，咱们才不会随时被人轻易掐住命脉啊！妈，既然您都说明白了，那这次的非遗面食大赛，您就必须得报名。慧兰，小茹说的对，我刚才专门去问过非遗组委会了，你的手工牛骨碱水面符合要求，报名材料我都帮你备全了。好，文海、小茹，听你们的，咱们报。九转黄金面。慧兰，九转黄金面是咱们苏家的根啊！当年我的师弟心术不正，趁我不备，偷走了大半为面谱。爸，您别说了，大夫马上就来了，您坚持住啊，爸！你记住，他拿走的残卷有致命缺陷，做出来的面虽然好看，却根本不中吃。你一定要守住完整的方子，别让咱们苏家的手艺蒙尘。别，爸，你醒醒啊，爸！配方被偷，祖传绝活流落在外。爸，这是你临终前的遗憾。这么多年了，女儿一天都没忘。爸，这次非遗面食大赛，我一定会做出真正的九转黄金面。我要当着全城人的面，告慰您的在天之灵。文海，面心的回弹还是差了一点，温度没对，第14次了，又失败。收到，别气馁，咱们找出问题。第15次把醒面时间再缩短5分钟，我帮你盯着时间。歇会儿吧，炖了点银耳羹，你垫垫肚子。咱们慢慢练，不要急，身体要紧。谢谢你啊，文海，天天陪我熬到这时候。跟我还说什么谢？只要你想做的事儿，刀山火海，我都陪着你。走，过去喝点热的。你不知道，我8岁那年刚学揉面，个子小，力气不够，整个人直接栽进大面盆里了。我爸也不拉我，就在旁边笑，说我是个面粉捏的小猪。原来苏师傅小时候就这么拼啊！哎呀，大伙儿快看啊！苏老板的慧兰老面馆真的报上名了，这回可真是给咱老街的街坊长脸啊！等等，老刘，你往聚德楼那一栏看，负责人是江国雄，可这参赛选手那一栏怎么写着张美琴的名字？嘿，张美琴自己那家黑心店都快黄的要关门倒闭了，居然在这时候抱上了聚德楼江国雄的大腿，真是有奶就是娘。都在这儿嚼什么舌根呢？那是江总看中我的手艺，特邀我做聚德楼的副大厨参赛。不像某些人，一辈子只会守着个破小店瞎折腾。江总，苏慧兰那点揉面的祖传路数和底细，我最熟悉了。只要您让我跟着聚德楼一起参赛，我保证能帮您在赛场上死死盯住他。好，
我正愁手下没人能摸清苏慧兰的底，只要你这次棋手子算漂亮，帮我彻底压死她，少不了你跟着分一杯羹的机会。你少在这里小人得志，苏老板的面那是凭真本事。你跟着江国雄那种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恶霸，早晚有你哭的时候。那咱们就大赛上走着瞧，看看到底是谁先哭。这牛骨汤头醇厚无比，面条筋道回弹，没有半分花架子，是地地道道久违了的老味道。好面！谢谢评委，真正的老手艺就该是这个烟火味儿。江总，您瞧，他就只会做那点老掉牙的旧东西，根本上不了真正的大台面。不过现在的平头百姓见识短，偏偏就爱吃他那套俗气的东西。不过是初赛而已，雕虫小技。一个街边小店的老板娘还不配当我江国雄的对手。复赛的时候，我会让他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手艺。慧兰，恭喜你，小组第2顺利杀进复赛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，苏家的手艺绝不会输。文海，这只是第1步，接下来的复赛，我要让苏家的9转黄金面重见天日，把张美琴和江国雄彻底踩在脚下。慧兰，先歇口气。今天你已经把自己关在里面5、6个小时了，再这么练下去，手还要不要了？不能停，马上就是比赛了，江国雄和张美琴肯定憋着大坏。要是不把9转黄金面练到分毫不差，我拿什么跟他们斗？面得一下下揉，身子垮了，拿什么跟他们斗？这是我特意找老中医配的消肿膏，敷上能舒服点儿。凡事有我陪着你，不急这一会儿。文海，要不是你在前前后后这么操持，我怕是撑不到今天。爸，9转黄金面，女儿这一次一定替你赢回来。还是这个倔脾气，睡着了都不安生。看我竟然就这么睡着了，你怎么也不叫醒我？看你睡得沉，没舍得打扰，汤还是热的，先喝2口，等会儿我送你回家歇着。苏慧兰，这回看你还怎么在台上装清高！我要让你连面团都揉不起来！快点快点，把2号台苏慧兰的物资抬到赛场去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各位选手请注意，非遗面食大赛复赛正式开始，限时1个小时，请各位各展所长。不对劲儿，这水色的扎手，这味道是凉煎。你在水里下了药，这么重的碱，面团根本揉不匀，一拉就断，这面废了。江总，您瞧瞧，2号台那位怎么不动弹了？这刚开局就吓傻了，等会儿怕是要当众丢尽老脸，直接弃权了。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没有那个命，非要上这个台，到此为止了。我苏家的面，可不一定非得用拉的。快看2号台，他怎么不拉面了？他拿刀往锅里削的是什么东西？这面能吃吗？等等，
这不是普通的削面，这是刀削剥鱼儿，专门用偏硬的面团做，极其考验刀工。他居然会这一手！拉面要软，剥鱼要硬，手艺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这道面今天请诸位长眼。刀工一绝，这面鱼儿滑溜弹牙，外韧内软，不仅没有半点碱涩味，反而把牛骨汤的醇厚吸得足足的。应急变通，匠人本色，我给满分。2号选手苏慧兰凭借原创刀削剥鱼的斩获全场最高分，稳稳晋级总决赛。承让。该死的，下了那么重的强奸，这都能让他翻盘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咱们决赛见。张美琴，别怪我，这是你自找的。该死的苏慧兰，老娘今天真是活见鬼了！凭什么她能拿最高分？气死我了！妆都花了，该死的！啊！我的脸，我的脸怎么像火烧一样，痛死我了！救命啊！我的脸毁了，快来人啊！天哪，他这脸是怎么搞的？怎么这么肿？快叫救护车！是她，是苏慧兰这个臭女人！快帮我抓住她！是她往我坟壁里下毒，是她毁了我的脸！张美琴，凡事讲究个证据，你有证据吗？在座的各位，谁看到是我做的了？那角落刚好是监控死角，衣架挡得死死的，这上哪儿找证据去？张美琴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没用，把聚德楼的脸丢了个干净。我这里不养废物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江总，江总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！我不是故意输的，是苏慧兰那个贱人暗算我。江总，我还有一个秘方，我知道9转黄金面的完整秘方。住手！再说一遍。手里有什么？全国闻名的9转黄金面非遗秘方的全本。江总，9转黄金面的秘方就在苏慧兰手里，我见她拿出来过。要是能拿从苏慧兰手里拿过来，当年那个死老头临死都防着我，把最后几页死死藏着，原来是传给了苏慧兰这丫头。苏慧兰那女人不好对付。必须在总决赛前把全本给我拿到手。江总放心，这脏活我亲自去动手，我最熟悉他，知道他那座老宅的底细。好，老规矩，我设法调虎离山，你趁乱潜入苏家老宅，把全本找出来。苏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接到组委会紧急通知，有人举报你的决赛物资和造具不符合安全规范。你必须进行2次核证，否则取消资格。安全规范？我这些都是前几天通过初审的，怎么突然要重新核证？张组长，现在正开着发布会，能不能等发布会结束再验？耽误了入场时间怎么办？规矩就是规矩，不验，现在就当弃权处理。苏老板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文海，别争了，咱们进去验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别在决赛前留话题。诸位媒体朋友，这就是我们聚德楼传承至今的镇店之宝9转黄金面。实不相瞒，现在市面上那些所谓的祖传正宗，不过是偷学了我们聚德楼的一点皮毛，全是旁门左道。江总，那这么说，这次总决赛您是志在必了。江总，几家主流自媒体全买通了，聚德楼非遗正宗的话题已经炒上热搜榜前3了。藏哪儿了？到底把全本藏哪儿了？苏慧兰，老娘今天倒要看看，没了方子你拿什么去比赛？找到了，真的是全本！苏慧兰，你彻底完了！
我爸的字根本不是聚德楼东西，这是当年我爸被偷走的那半本书。糟了，调虎离山。慧兰，江国雄是故意用安全核验把我们死死扣在赛场，他的目标是老宅。方子，我爸藏在老宅的底稿，快回老宅！方子没了，爸，女儿没用，你留下的最后一点念想，我还是没守住啊！慧兰，别哭，方子不在了，可苏家的手艺还在你的脑子里，在你的手里。这笔账，总决赛上我们一起讨回来。30年了，整整30年了，老东西，你防了半辈子，这宝贝最后还不是落在我江国雄手里？江总，先别急着高兴，苏慧兰现在肯定发现东西丢了，她要是报了警，到时候引火烧身，这烫手山芋可就不好嚼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恶人先告状，咱们赶在警察上门前，用这本真东西做一份假伪证，彻底掐死他翻盘的可能。江总，搞定了，纸张成分、墨迹氧化程度，包括运笔习惯，即便是顶级的司法鉴定，短时间内绝对查不出问题。罪徒苏远山因偷学手艺败露后愧疚难当，自愿放弃正宗身份，立此为据。哈哈，师兄啊师兄，30年前你临死都想告我偷盗，现在白纸黑字，你才是那个贼。死人是不会跳出来开口申冤的。江总高明，有了这白纸黑字，苏慧兰就算长了100张嘴，也别想在决赛翻身了。她越告，就越证明她自己是个笑话。诸位媒体朋友，我江国雄隐忍了30年，本想给同门师兄留一丝颜面，可苏家欺人太甚。江总，您的意思是30年前的恩怨另有隐情吗？苏家到底做了什么？大家看清楚，30年前是苏远山偷学我聚德楼手艺在先，败露后他愧疚难当，才签下了这份退隐协议，自愿放弃正宗身份。江总，那如今苏慧兰以正宗至尊，又算什么？欺世盗名，苏慧兰这30年来欺师灭祖，靠着偷来的名声欺骗大众，她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小偷。重大反转，非遗大赛出现惊天丑闻，夺冠热门苏慧兰被爆出其父30年前欺师灭祖，聚德楼江总深夜出示铁证。苏慧兰，这回千夫所指，我看你还怎么翻身！爱人们，快看我手里这条刚上热搜的头条：非遗大赛惊现惊天骗局，正宗聚德楼手撕欺师灭祖伪君子。没错，我身后就是这家骗子面馆。对，现在大伙儿的诉求让组委会必须立刻取消苏慧兰的参赛资格，同意的给主播扣个1。取消资格，滚出面试界！别让这种贼玷污了咱们市的非遗！快走，别沾了一身晦气！亏咱们还吃了这么多年，原来是个偷来的骗子店，真让人恶心。就是，聚德楼连30年前的白纸黑字协议都甩出来了，这还能有假？以后可千万不敢再来这家吃了，丢人！苏老板，你可算露面了！对于聚德楼出示的退隐转让协议，你有什么想狡辩的吗？你父亲当年是不是真的是个小偷？欺师灭祖的贼，去死吧你！大家别跟他废话，冲进去把这贼店给砸了！我看谁敢动，都给我滚开！慧兰，别怕，纸上的字能造假，咱们面馆几十年的味道造不了假。爸，当年你跟我说，你师弟心术不正，不堪大任，所以你把他逐出了师门。原来这个人就是江国雄。我不怕自己受多大委屈，我就是怕
你一辈子的手艺被人污蔑，苏家3代人的名声，最后砸在我的手里。信，也信苏家的手艺。谣言说再多也成不了真。我已经托人去查当年的事儿了，也找了律师，咱们可以告他们诽谤。比赛咱们还要去，就在赛场上堂堂正正把真相说清楚。文海，谢谢你。跟我不用说谢。就是这个味道，醇厚又回甘，汤底绝了，比聚德楼那些科技加持的花架子强100倍。明天上场，你只管心无旁骛的好好发挥，剩下的脏水和算计，全部交给我来挡。好，这面色泽金黄，卖相太绝了，不愧是正宗传承。加了3成重碱，还有强效复合胶。为了在镜头前好看，在汤里放不烂，竟然在面里加这些。慧兰，9转黄金面，前3转无火揉劲，后6转温火揉浑。那本残卷只记了前3转，残卷做出来的面碱放得多，好看是好看，可煮久了就发苦，那是邪路，不是正道。我那个师弟，他心术不正，你一定要守住苏家的根。拿着偷来的残卷，招摇撞跑了30年。江国雄，今天的比赛就是你的现形记。诸位观众，我们聚德楼历经3代，才是9转黄金面真正的正宗传承人。色泽金黄，口感劲道，打破历史记录，9点9分。那就是苏慧兰，那个偷方子的骗子，她居然还敢上场吗？慧兰，面和水都齐了，定下心做。明白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为我爸正义。住手！一个欺师灭祖的窃贼，不配污染非遗大赛的舞台。怎么回事？苏慧兰是小偷，不让他比了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30年前苏远山亲笔写的抱歉转让书。当年他偷学手艺被逐出师门，现在他女儿又来偷第2次。你胡说！这根本不是我爸的字，是你们伪造的假协议。组委会现决定取消苏慧兰的参赛资格。他这个骗子身上的厨师服轰出去，他不配当厨师。苏女士，请你立刻配合，现在跟我们出去。别磨蹭了，把这身厨师服脱下来。放开他！谁敢动他试试？一个骗子，一个帮凶，丢人现眼，赶紧拖走！住手！连试都不敢让我试，江国豪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江国豪，20年前你为了上位诬陷我父亲偷师，你逼得他含恨而终，这笔债你今天敢认吗？满口胡言！保安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轰出去！慢着。让苏慧兰把话说完。你心虚了，你偷走我父亲的半卷残业，改名换姓，成了所谓的餐饮泰斗。你让聚德楼风光了20年，可你以为偷了方子就能真正偷走我苏家的传承吗？我聚德楼的金字招牌摆在这儿，我的手艺大家有目共睹。苏慧兰，你无凭无据，凭什么在这里血口喷人？证据呢？
证据就在你刚做好的那碗面里。你心术不正的在镜头前作秀，竟然在面里又加了3成重碱。9转黄金面前3转刚猛，后6转阴柔，那是用来化解眼性的。你没有几10年的硬功夫，后6转根本就是形同虚设。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！我这面完美无缺，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我是不是吓唬你？敢不敢把面再多煮2分钟？只要重碱和胶质彻底期出，你这碗面就是发苦发涩的毒药。把江国雄剩下的面重新下锅，煮6分钟。胡闹，又苦又涩，简直自砸招牌。江国雄，你身为餐饮同行，不心思钻研厨艺，反而用过量重碱和化学胶质作弊欺骗评委，你这是践踏传统，败坏厨德。陆老，您听我解释，我只是闭嘴。我以非遗大赛总评委和餐饮协会会长的身份正式宣布，取消江国雄本次大赛全部成绩，终身禁止参加相关赛事。我宣布恢复苏慧兰的参赛资格。慧兰，亮出真本事，让大家看看什么是正宗。放心，苏家的根丢不了。陆老，请品尝。不可能，没有加碱和胶，面汤怎么可能这么透亮？这面韧劲十足，弹牙却不硬，前3转的刚莽和后6转的阴柔竟然在舌尖上撞开了。不可思议，这汤底是用纯正牛骨熬足了10辰，文武火调和，竟然把重碱的涩味全部化解，变成了满口的醇厚回甘，这才是真正失传的9转黄金面啊！评委一致满分，我亲手将百年非遗老字号的金字招牌颁给苏慧兰。谢谢陆老，苏家没丢正宗的脸。全被你这个贱人毁了！江国雄，你竟然打我！慧兰，你做到了。嗯，我做到了。输了，全输了，现在名声也臭了，聚德楼的股票也一直在跌。苏慧兰，你以为赢了比赛就能永登泰山？聚德楼要是苦，你也别想安稳，抢不过来，那老子就用钱砸死你！妈，你快看网上的动静！原本那些污蔑咱们的自媒体账号全被官方封定了，之前的谣言彻底翻盘了。没错，非遗组委会连夜发了澄清通告，承认了咱们才是唯一的正宗传承。现在的网民都在发帖子跟咱们道歉呢。流言蜚语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咱们做手艺的，把手里的面揉好，把汤熬足10辰，比什么都强。江国雄，你昨天刚在赛场上丢完人，今天又带人来我们店里捣什么乱？守着这个小店，屈才了。签了他，2000万3天之内就能到账。苏老板，这是聚德楼的投资加盟协议，我们计划在3年内帮您在全国开店300家。江总昨天刚在赛场上沦为行业笑柄，今天倒又装起正人君子来了。20年前你偷我爸的方子，如今看聚德楼要垮，又想拿2000万来吸我苏家的血。拿着你的臭钱，立刻滚出我们的店，这里不欢迎你！别给脸不要脸！
做生意讲的是利益，2000万，你这种底层人一辈子也赚不到。别拒绝的这么快嘛，把条件看清楚再说也不迟。只要你点头，我立刻给你女儿安排品牌运行总监的职位，年薪100万，再平白送她10%的品牌干股，门店所有的盈利都有她的份儿。年薪100万，还有干股。苏女士，聚德楼开出的法务条款具有绝对效益，这能让你女儿拥有数不清的财富。你不用天天守着灶台熬汤，躺着就能赚钱，还能把你苏家的名声打出去，百利而无一害。说实话，你不答应也没关系，只是这老街的铺子，以后能不能顺顺利利开下去，就不好说了。江国雄，你当着我的面搞威胁这一套，真当我们拿你没办法是不是？江总，苏家3代人守着这碗面，不是为了赚快钱。你有多少钱，都买不走我手里的方子，也买不走我开店的规矩。你想用旁的手段施压，我苏慧兰也接着。好，好得很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小破店到底能扛到什么时候。你们都给我想，必须想出一个办法，让他的店开不下去。张总，我查到了，慧兰老面馆只注册了个体工商户，全品类商标一片空白，正好钻法律的空子。好，法务部走加息通道，全品类抢注慧兰正宗、慧兰非遗老面等所有近似商标。明白。我今晚连夜向商标局提交抢注申请，走特批通道。招商部同步启动全省加盟，半个月内扑灭所有地级市，所有门店统一打非遗大赛官方授权的旗号。是，我这就召集所有招商经理，今晚就派往各市全面铺开。张美琴，我把苏慧兰的商标抢注了，现在批你回来做法人，全权管门店品控和供应链。江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运营做好。这回我非要让苏慧兰彻底变成人人喊打的冒牌货不可。对，我们就是苏慧兰官方分店，正宗非遗传承。江总，全省第87家加盟店刚刚成功签约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妈，出大事了！你快看手机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根本没开过任何一家分店。那外面这些挂着咱招牌的店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快找李哥商量。查到了，慧兰相关的所有餐饮类商标，半年前已被一家名为聚德餐饮的公司全品类注册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那法人是谁？手续合法吗？法人是张美琴，所有手续齐全合规，从法律层面挑不出任何问题。聚德餐饮，张美琴，又是江国雄在背后搞鬼。他这是恶意抢注，借着你非遗大赛的名声引流赚快钱。消费者根本分不清本尊和山寨，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毁了招牌，能告他们吗？程序上完全合法，走法律途径打官司撤销商标，维权至少需要1到2年时间，咱们拖不起。祝贺
贺蕙兰非遗老面第1家加盟平店剪彩开业。从今天起，手工揉面和现熬牛骨汤全部砍掉，面条统一用这种速食面，开水烫3分钟，必须出餐。张总，这面根本没嚼劲，还有这牛肉，全是用冻肉焯水去味，切成薄片当浇头，能好吃吗？不好吃就多加香精，这一勺香精能兑出1大锅汤，成本不到现熬的1/10。你想给公司省钱，还是想自己掏钱？可是张总，这些工业添加剂太多了，不安全啊！出了事儿谁负责？吃不死人就行，真按苏慧兰那样熬12小时汤，咱们喝西北风去！谁敢多嘴，立刻卷铺盖滚蛋！张总，最新的运营数据出来了，招商部发来了加急报表，说利润怎么样？这个月咱们全省整整新开了82家加盟店，扣除给工厂的成本，咱们净赚了640万。好。苏慧兰，你死守着那间破店慢慢熬吧，我要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招牌变成臭不可闻的垃圾。我儿子吃完你们的面不到半小时就上吐下泻，你们面里到底加了什么毒药？不关我的事儿啊！这都是总公司统一配好的汤和食材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老婆已经腹痛昏迷被送去 ICU 了，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们蕙兰面馆偿命！妈，本地新闻全上热搜了，评论区都在发帖子怒骂，说咱们是黑心作坊，吃坏了人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冰箱里的食材流弹，今天的进货单，熬汤的原料，所有指标全部合格，我们没有任何问题。托人拿到了，这是受害者的消费凭证。出事的门店根本不是咱们老街老店，是临市那家山寨加盟店。不是我们的店，这是江国红的山寨店偷工减料出了大事，最后黑锅却全要扣在我的头上。江总，临市加盟店出了重大中毒事故，受害者进了 ICU， 现在全网都在声讨蕙兰这个名头，咱们要不要发公告澄清？澄清？慌什么？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。江总的意思是，任由事情这么砸下去？传我命令，公关部不用做任何澄清，立刻买通营销号模糊门店归属，把所有的脏水全给我往苏慧林那个老女人身上引。江总，合作的公关团队全线出动，数10个自媒体账号已经连夜发稿，字里行间全在暗示是苏慧兰的老店赚黑心钱。干得好，就是要彻底模糊门店归属，用口水把苏慧兰淹死。这10几个号我已经全部注册完毕，长文和病床图都发齐了，统统伪装成受害者家属。收到，大批水军已经全部下场带节奏，话题热度正在飙升。大众可没心思分真假。苏慧兰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摘得干净。没人去分辨门店真假，他们的怒火全冲着我们老街老店来了。这群人在故意指鹿为马，所有脏水都泼在我们身上了。明明不是我们店出的问题，可这骂名为什么全扣在我头上？慧兰，别看了，把手机放下。这笔账，我一定会找江国雄连本带利算清楚。大家砸啊！黑心商家关门谢罪，用添加剂害人，必须滚出老街！对，封死这家黑心店，绝对不能放过这个骗子！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解释。
我们店里的食材全部合格，出事的不是我们店。狡辩！谁信你的鬼话？大家接着砸！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！苏慧兰，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。同志，我们真的是被冤枉的，进货单都是全的。因多起食物中毒事件关联到你的品牌，现责令门店立即停业整顿，配合全面调查。这不公平！出事的是聚德楼抢注的山寨加盟店，凭什么封我们的老店？同时，受害者家属已提起集体诉讼，你将面临巨额连带赔偿。现在，我们要依法查封门店。活该！封得好，这种黑心作坊就该早点关门。慧兰，先把热饭吃了，对接的律师我都安排好了，咱们的账目清白，从法律上他们动不了你。文海，我吃不下，我一闭眼就是老店门上的封条，还有我爸的名字被人指着鼻子骂黑心。清者自清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实锤证据，把山寨店的黑幕彻底掀出来。外面的事儿交给我，你等我的消息。老王，一定要盯死那些山寨店的后门。放心吧，李哥，兄弟们都蹲着呢，只要有送货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抢劫，快放开我！慧兰，抓到了！单据上全是江氏中央厨房的公章，幕后黑手就是江国雄。别磨蹭，把那些催化香精和神法剂全都给我倒进大锅里，手脚麻利点。张总，这全是用速食面冒充手工面，汤底还加这么多违禁添加剂，万一被石伯检查出来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出了事有老街那个老女人顶着，赶紧倒！谁敢动嘴，立刻卷铺盖滚蛋！证据都齐了，不仅有江国雄中央厨房王的毒制员，还有张美琴在后厨投毒的完整录像，咱们不能就这么认栽，得让所有人都看到真相。好。慧兰，账号和设备都调试好了，直播已经准时开启，你只管做你的面。各位网友们，我是苏慧兰，现在是凌晨3点，我带大家亲眼看看一碗正宗的苏式牛骨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。看着牛蒡骨，骨髓一定要饱满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浮沫必须撇得一干二净，这汤才清亮。我们苏家熬汤只用真材实料，文火熬足12个时辰。慧兰，在线人数已经破5万了。这双手就是苏家3代人守着灶台留下的印记，真手艺掺不了假。这双手绝对骗不了人，如果是作秀，不可能长出这么厚的老茧。大开眼界，这才是真正的非遗传承。隔着屏幕，我仿佛都闻到那股纯正的牛骨汤香了。慧兰，突破200万在线人数了！谢谢大家，苏家的面永远堂堂正正。全是剧本，肯定是加了香精故意作秀，建议官方严查这个毒妇。慧兰，江国雄的水军冲进来了，带节奏的刷得太厉害，节奏被带偏了。大家不用慌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我有话对直播间的观众说。我苏慧兰做面30年，配方经得起任何官方检测。这是我们老店所有食材高汤的检测报告全部合格。而这些满大街败坏我名声的山寨店，真正的幕后老板就是聚德楼的江国雄。大家别被他骗了，这物流单和公章肯定是 P 的，现在办假证的多的是。公章是 P 的，那咱们今天就玩个大的。我们已经请到了市场监管局和执法人员，现在全网直播，联合突击执法。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，所有人双手离开设备，立刻配合检查。我们只是打工的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想销毁证据，
全网500万观众正看着你呢。证据确凿，把这个仓库的所有物资现场封存，全部查封。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，都是张美琴让我们这么干的，说只要吃不死人就往死里加。这就是他们宣传的手工现做鲜骨熬汤，大家看清楚这群骗子的真面目了吗？天哪，这简直是不要做梦吧！不要做梦，不要做梦！苏大姐，对不起，我们错怪好人了，彻底封杀聚德楼。100万，200万。这加盟费数都数不完，苏慧兰，你想跟我斗，简直是做梦！江国雄，不许动！江国雄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，全网500万观众正在实时看着你的丑态，你逃不掉了！江国雄，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现在对你进行立案审查。老实点，别磨蹭，往前走。完了。彻底完了！现在知道怕了。你恶意抢注，用毒面夯人赚黑心钱的时候，怎么想不到今天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抓得好，黑心资本家用毒面害人，活该受严惩。倒，全给我倒进去！就算吃出病来，黑锅也是老奸的老女人背，跟咱们没关系。明白，张总，加了这瓶香精，这锅水保准变得比牛骨汤还香。别动，全部双手抱头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聚德楼的商业机密，你们无权搜查。什么商业机密？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张美琪亲手往锅里倒违禁香精的现场，人赃并获，证据确凿，全部带走。已被刑拘，特此澄清冤屈。爸，公道来了。慧妍，市场监管通知，明早9点解封，老店重新营业。爸，你看到了吗？咱们苏家的名声没脏，招牌保住了。苏家的根扎得深，谁也砸不烂这块金字招牌。总算保住了，爸，咱们家这块牌子，总算是干干净净的挂回去。慧兰，别忙活了，这次山寨风波咱们吃了大亏，光注册店名根本不够。这是什么文件？官司不是都打赢了？最稳妥的办法是把你的个人肖像和品牌深度绑定，注册联合肖像商标，以后谁敢再仿冒，双重维权，直接从根源把他们死死毒死。这怎么行？我就是个揉面熬汤的普通大姐，长相又不好看，哪能把脸印在招牌上啊？不合适，绝对不合适。食客认的不是什么长相，是你这双手做出来的老味道。慧兰，你的这张脸就是苏家面最正宗、最无可替代的活招牌。正是涉嫌多项罪名，聚德楼彻底破产清算了。好，恶有恶报，那两个畜生终于有报应了。好，听你的，咱们明天就去注册肖像商标，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再动我苏家一分一毫。字号加肖像联合注册，最大程度防仿冒，维权举证最简单，拿好，以后没人敢钻空子了。谢谢同志，这下我们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有了这把法律的保护伞，以后谁也别想钻空子了。
慧兰，与其等着被山寨，不如主动开直营分店，核心汤底统一配送，揉面师傅必须由你亲自考核，绝不搞加盟。不行，店一旦变多，根本顾不过来，我怕砸了我爸的招牌。放心，看这个，从采购到揉面全部量化标准，明厨亮灶，全程公开。好，文海，开分店，我听你的。李总、苏老板，市里刚送来的加急意向书，你们快看！市中心商圈的旺铺租赁意向书到了，第1家分店地址定了。好，第1家直营分店，咱们这就开干，把苏家的名声打出去。力道不对，前3转要刚柔并合，你这完全是死力气，差一丝都不行，重来。是师傅，我这就重新揉，一定找准劲道。苏老板，恭喜老店重张啊！我带着高额交境费来的，只要让我加盟，以后全听您指挥，利润咱们28分成。我只做直营，绝不赚加盟的快钱。放开加盟品客就彻底毁了。带着你的东西，请回吧。哎，好说好说，苏老板别动怒，我走就是了。干什么你？鬼鬼祟祟的！滚出去！少在这动歪脑筋，再敢来偷学，打断你的腿！哎呦，放手，别推我，我不看就是了。苏女士你好，我是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，江国雄跟张美琴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、诬告陷害等多项罪名，目前检察院已正式提起公诉。爸，善恶终有报，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应了。大娘，您的面，快尝尝。就是这个汤头，跟30年前一个味儿，苏家的手艺没变啊！太感人了，大家快看，正宗蕙兰苏式面开业爆火，已经冲上本地热搜第1名了。明天的文火还要再压半寸，火候差一丝，汤就发浑。苏家的招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是，师傅，我记住了，明晚熬汤我一定死死守在灶台前，绝不离开半步。蕙兰，大捷啊！首日营业额远超预期，咱们的直营第1家店彻底爆了。李总、苏老板，市里刚刚送过来的特级件，请2位过目。你看，高铁站旁的第2家分店选址意向书到了。蕙兰，咱们要让全国的旅客都尝到最正宗的非遗老味道。好，咱们乘胜追击，把苏家的规矩开到全国去。蕙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被张美琴那个毒妇骗光了所有的财产，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求你让我回来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蕙兰，周建国，当初你跟张美琴在外面开房厮混，嫌弃我手粗一身面汤味儿，拿着刀逼我净身出家的时候，你不是挺威风、挺有能耐吗？怎么现在聚德楼倒闭了，你的毒妇姘子要坐牢了，你倒想起回来摇尾巴了，真是一条好狗！滚！多看你一眼我都嫌脏。共犯张美琴，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、诬告陷害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这就是你的报应，你给老子听好了，以后你如果敢再踏进这条街，踏进这里一步，老子亲手打断你的狗腿！滚！
都给我把皮心紧了。今天直饮店配汤，火候分量差一丝一毫都不行。咱们好不容易把苏家的牌子洗干净了，谁要是砸了规矩，立刻给我卷铺盖滚蛋！师傅放心，绝不丢苏家面馆的脸。大家伙先停下手里的活，趁热吃点垫垫肚子。有个好消息，今天各直营分店的爆货量全部翻倍！哇！太好了，咱们的分店天天爆满，跟着师傅干，当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就是这个味儿，30年了，苏大姐的手艺不减当年，活该那些山寨货遭报应。家人们，这就是全网爆火的非遗正宗蕙兰苏式面，这汤头绝了，纯牛骨熬制，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，冲就完了。蕙兰，全城直营店大获全胜，咱们的流水不仅翻了5倍，还彻底把那些粗制滥的快餐面赶出了市场，咱们彻底立住了。文海，钱咱们赚够了，冤屈也洗清了，可看着这本面谱，我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蕙兰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？你跟我说。光靠我们几个人开这几家喷店，传承的火种太小了。文海，我想换个活法。我想开个苏式面食传习所。我要免费教那些家里困难、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学手艺，把苏家30年的绝活传给他们，让咱们的老面在老百姓的碗里一代代传下去。好一个传习所！蕙兰这件事儿，我全力支持，资金、场地、资质申报我来搞定，咱们下周就动工。前3转要刚，后6转要柔，力道要从腰腹发出来。学了这门手艺，以后走到天涯海角，都能堂堂正正吃饱饭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谢谢师傅给上路。文海，你看，咱们的规矩没乱，老百姓还认咱们这碗面，这一路值了。值了。